不要吃。不要。你要哪一个？你要穿哪一个？这个。啊，妈妈换水吧。 哎呀，完美的香菇哎，进步了！哇，黑娜的爱心早餐哦，没错，比较没爱心的那种哦。冰冰的。老人的晨间运动加早餐。哇！拜拜。我们说再见。那这一周就开始上班了，又变成全职带小孩的爸爸了。 可能在外面工作的那个人都觉得礼拜一要去工作很犹豫，在家的那个人也很犹豫，好不好？而且今天已经礼拜二了，还是很犹豫。跟大家介绍一个比樱桃还更恐怖的水果，看起来像桑葚，但是其实它是黑莓。来，请开始你的表演。哎，吃好了吗？我就去洗手了。又是一堆外送。现在去洗屁股。我去！哇哦！ 你的大便这么漂亮啊 ！OK。过来啊！有种爬过来啊！ 好多好多，我该逗猫了。最近买的超级育儿神器，Dyson 的拖地机，适合 BMW 的家庭，其实有点贵就是了。另外还买了这个超级育儿神器，电动火车头，上次听观众的建议买的，这玩具连阿西也很喜欢。放过那女孩啊！ 26块 ，Amazon 卖的电动火车头，前面还有个灯，有时候花点钱就可以换来很多和平。哇！人们想起了被巨人支配的恐惧，也算是奇形种，肚子大大，头也大大的。
我们去睡觉了，把自己都打糊了。长得非常茂盛的樱花，希望明年就有樱花树可以看了。趁弟弟起床之前，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年初在写笔记的时候的一些新的想法。把笔放在这里 ，OK。所以我的上一部影片就跟大家分享说，我那时候的状况非常不好，但是因为到最近我们就是算是找到了一个我们跟小孩之间那个就是睡觉的一个平衡点，这样子虽然不是很理想啦，但是就是至少我跟黑娜我们是可以大概睡饱，不会太行尸走肉的那个状态。我之前在看一本书叫做《高效原理》，是吗？然后他就有说到一段话，他就说我们无法去执行那些我们没有计划好的事情。我对这个想法是蛮有感的，因为在全职带小孩的过程当中，好像就一直就是被推着走的感觉，然后这个感觉也会让我们一切的计划是变得不可行。所以这时候好像就更体现出了计划的重要性，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完成一些事情，真的想要做出一些改变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有计划。在1月2号这一天，我在回顾我的2024年跟展望我的2025年的时候，我就重新思考了我生活的重心，两个切入的角度，一个就是我跟自己的关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别人眼中的我。其实我应该是要把我跟自己的关系放在别人期待的我的角色之前。当我没有把这个优先顺序给定义出来的时候，就会变成是全部的事情都变得一样重要，等于全部的事情都一样不重要。顺带一提，真的很推荐各位爸妈用子弹笔记这样的形式，因为我觉得子弹笔记是蛮感性的。这个当中其实有个缺点，就是子弹笔记它在管理一些任务的时候，它其实还是用 to do list 待办事项的这种方式在管理。对我们这种全职照顾者来说，其实是不太友善的。对于一个家管来说，就是一天下来，就是你会想到的这种的任务，这种的待办事项是非常非常多的。你会写下一大堆的任务，但是其实当你只是写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你是无法评估说你需要多少时间来完成的。当我们同时需要照顾小孩的时候，我们是会低估我们所需要的时间的。久而久之就会变成是我们的待办事项是永远消化不完的，然后我们的心理负担是很大的。但它其实跟子弹笔记的原本的设计的用意是不太一样的。当其实有很多这些待办事项的时候，你是可以花一些时间把一些任务删掉，把一些任务加进去，把一些任务完成的。对我的这个现况来说，我觉得是不太可行的，因为当时生活这样子被推着走的时候，我是有点没有办法去评估说哪一些东西是我可以删掉的。我就会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是我需要做，甚至我是被期待要做的。那我们要如何可以维持生产力，但是同时又不会增加我们的心理负担呢？所以就想起我大概2年前看的《原子习惯》这本书。所以如果你是稍微有点看书能力的人的话，我觉得蛮推荐这本书的，就是跟带小孩还蛮息息相关的。我就讲一个我想到的一个原则，那个东西就叫做习惯堆叠。你把你想要养成的新的行为跟你旧的固有的习惯连接起来，
就是我也想要养成运动的习惯。以前所规定的那个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的这种计划是完全行不通的，反而会增加很多在带小孩上面的压力。像我之前就是又对黄喜大发火，因为他就是死不睡觉，然后我超级生气的，他就是也在那边哭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觉得我没办法，因为我太累了，就是我就骂了他一顿，因为我会觉得我隔天我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所以我想要赶快开始睡觉，但是他这边不睡觉，然后就整个影响到我后面的行程。对，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种影响到我后面的行程的这种感觉，是让父母很有压力的。就是我们应该是要把我们所有想要做的事情变成我们的习惯，让这个习惯很自然而然的融入我们现有的生活当中。所以像是我现在每天晚上新养成的习惯，就是我陪完黄熙睡觉以后，我就会马上去洗澡。洗完澡以后呢，我就会读圣经，让自己可以安静一下，这样子。安静下来之后，然后我觉得这时候写笔记就还蛮适合的，因为就可以把一些事情好好的写下来，然后好好的想过一遍。有什么事情是明天可以修正的，那就是写下来；有什么事情是觉得今天做得很好的，也可以写下来。写完笔记之后呢，我就会看书。我也不是一个很擅长看书的人，电子书阅读器来说，大概看个20-30页。我就超级想睡觉，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品质。所以我这样子实际执行了1周之后，发现超级可行的。因为其实当我养成这个习惯之后，即使我那天过得很糟糕，但是至少我睡前我也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时间，而且它是有品质的，帮助我就是恢复一天的疲劳，以及恢复一天的那种脑袋的混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做任何的抉择，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消耗能量的。我是要看电子书，还是我要看手机？其实当我需要做出这个抉择的时候，我就已经消耗了一点能量，然后更不用说我每一天做了多少抉择。读圣经、写笔记、看书、睡觉，在晚上的时候我是可以非常放松下来的。很推荐大家开始有你的习惯堆叠，就是把你想要有的新的行为加进你旧的习惯里面，其实就是加进我们平常育儿那些很琐碎的事情当中，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一点点的改变，可以让我们跟自己有更好的关系，然后在新的1年当中，我们也比较少骂小孩。实际上上次我拍那个沉浸式的爸爸的1天的时候，然后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我拍的还蛮烂的，然后剪的也蛮敷衍的，就没想到大家很爱看，然后大家竟然给我很多很热烈的回应，以及很温暖的问候，就是每个留言我都有看到，但是没时间回。平常是黑男会回，但是他最近更忙。我想到的一个新方法，就是因为不是我每天都会写这个笔记吗？这一本里面通常都是写我的育儿心得跟我的生活反思，然后就想说，那每一次影片我就拍这个拍那个之后，然后我就坐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育儿笔记就好了。又有内容，又不用脚本，像我们就是很可以扯这些有的没的嘛。所以呢，没意外的话，接下来的影片形式大概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是这么喜欢的话，那我很抱歉。因为我有点没有心力拍太多有的没的东西给大家看，这是我目前想到我们的频道可以最稳定更新的，不会某一周突然断更的方式。如果你觉得这样内容不错，或者是你还有想要听我们分享什么内容，或者是有什么想法的话，也请留言让我知道。感谢。哎呀，结果睡了2个多小时，做得非常好啊！给你个赞！姐姐小时候的恐龙，姐姐让给她了，真是个好姐姐。恐龙，她刚起来就自己在这边玩呢，真的乖呀！难得起来没有哭。任君挑选啊，都不满意啊。这个，最近发现他超爱吃这种气炸锅烤的地瓜，所以他说我最近觉得自己太肥了。
控制一下饮食。澳洲就会卖这种已经分装好的这种沙拉，里面还有酱嘞。然后就只要这样拿一碗，就可以补充今天所需要的蔬菜。还有Hannah昨天用压力锅做的冬瓜鸡，非常完美。地瓜又吃完啦，就只吃地瓜不行啊，吃点叶子吧。我还真的吃嘞，那小孩是不能吃生菜啊。这只狗这几个月在下面吃到现在已经会挑食了。像那个吐司它就不吃，生菜也不吃。这老头真懂享受啊！真的不吃哦。常常如果下午我啥事也不想干的话，我就会带他出来买个东西。刚刚带他去逛邦尼斯的时候，他直接还睡着了，小孩不知道在累什么。还有很惬意的逛完那个植物区，我啥也没拍到，忘拍了。最近我们在升级我们的后院，这前几天就去买了这几株的尤加利。尤加利是一个很耐旱的植物，然后就是澳洲本地的，所以很难死。对，就想说还蛮适合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的。然后刚刚去逛邦尼斯的时候，看到这2棵，觉得很可爱，是这样子可爱的多肉植物。这个之后就会种在前院，感觉比较好活。OK， 那就等明天再来种。虽然早上不是一个很好的种树的时间，但是我只能趁弟弟在睡觉，还有黄熙还没回家之前，赶快种好。OK。我们特别买了这个鸡蛋花，感受一下台湾的氛围。就像澳洲也有鸡蛋花，不知道好不好活。黑拿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鸡蛋花下面看起来很光溜溜，所以在下面摆一些存在感很强的植物。我就是听他的吩咐做的。非常度假风，好像哪里怪怪的。看再过一阵子会看起来比较自然。这个就是重头戏了，这是枫树，这个是会变色的。有人醒了，好像哭了一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哭的，不过我听到的时候他已经转向了。好，那等一下浇完水就要去喝奶喽，那就跟大家下礼拜再见喽。OK， 拜拜。